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正在重塑世界货币秩序的话题，央行数字货币，或者说 CBDC。 在稳定币如火如荼的今天， CBDC 的赛道我们其实是无法忽略的。想象一下，未来的支付不再是刷卡或者扫码，而是各国的央行直接发行的数字主权货币，跨境结算瞬间完成，美元霸权面临挑战，是不是觉得很刺激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未来可能面对的场景。根据最新全球追踪数据，超过 90% 的央行都在探索 CBDC， 而已发行或试点发行的项目已达10多个。今天我们就走进 CBDC 的全球格局，可以看见一个非常清晰的4层次的框架，从战略先锋到防御，再到个案的例外，每一层都揭示了国家战略、金融普惠和地缘博弈的深层逻辑。这个框架将帮助你理解为什么 CBDC 不只是一个支付工具的升级，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塑战场。也许我们今天正处在第2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前夕，我们将逐层展开。如果你正为投资、政策或者好奇而来，别走开。最后我们还将对未来进行展望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第1层，领先国家，这是指大规模进行战略性试点的国家，可以看作是 CBDC 金字塔的顶峰。而中国和印度2个大国正如双子星般主导着 CBDC 的赛道。为什么中国和印度是双核心？因为这2个国家都不满足于国内实验，而是将 CBDC 嵌入国家战略，直指人民币和卢比的国际化。我们先看中国。中国数字人民币简称 ECNY， 自2020年试点以来，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 CBDC 实验。到2024年6月，累计交易金额高达7万亿人民币，折合9860亿美元，覆盖17个省级地区。从教育缴费到医疗报销，再到旅游消费，场景扩展迅猛，同比2023年增长近4倍。进入2025年， ECNY 的势头更猛。6月，中国央行行长公开承诺，将数字人民币作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项目，构建多极化货币体系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交易量已突破10万亿大关，特别在跨境支付上。国庆前夕，上海刚刚开设的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，正吸引中东和东南亚银行测试离线交易和智能合约。为什么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上这么激进？我曾经有视频专门分析过。那么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，因为数字人民币不只是支付体系升级，它是一带一路数字思路的延伸，能绕过 SWIFT 系统，实现实时低成本的跨境结算。举个例子，2025年上半年，一家深圳出口商用数字人民币结算了对非洲的1亿美元的贸易，节省了手续费 30%， 速度从几天缩短到秒级。这不是小打小闹，而是中国在货币战争中的王牌。现在我们转向印度，全球第2大 CBDC 试点，数字卢比 e-Rupee 自2022年启动，2025年3月，流通量已达 101.6 亿卢比，约 1.22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334%。印度储备银行 RBI 正加速零售和批发应用，引入离线支付和更多场景，如农村小额贷款和街头小贩交易。到2025年7月，月交易量接近50万笔，用户超过600万。主要通过试点银行如 HDFC 和 SBI。 印度的野心呢，其实它瞄准了14亿人口的数字经济跃迁，同时对抗美元稳定币如 USDT 的渗透。想象一下，在孟买的街头，小商贩用手机钱包接收数字卢比支付，无需银行账户就能接入全球贸易链。这体现了印度的数字印度战略，用 CBDC 桥接城乡的金融鸿沟。那么
中印两个前沿国家共同特征是什么呢？不只是技术试点，而是战略挂钩。这两国都将 CBDC 视为货币地位的放大器。在中美印三国的博弈当中，中国在力推多极化，印度追赶数字化跃升。数字显示，这种战略驱动让中印 CBDC 交易量占到全球 80% 以上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一名投资者，这里面也有很多商机，例如可以关注数字人民币的跨境生态链，如区块链供应商、支付网关等等。第二层，新兴市场主打普惠金融与现金替代。我们看到这一层，你也发现其中有很多兴奋点，例如有些国家已经全面发行 CBDC 而不是试点了。典型的例子如巴哈马、牙买加和尼日利亚，他们的焦点是解决国内金融痛点问题，例如高现金依赖、金融的普惠和包容性不足。他们并不想争夺霸权，而是在抵御外部冲击，如美元人民币的殖民。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数字货币体系，美元稳定币可能长驱直入，直接占领所有国民的手机。我们先说巴哈马的 Sand Dollar， 2020年10月全球首发，已运行5年。2025年，它覆盖了巴哈马全国 90% 的家庭，交易额超过1亿美元，主要用于岛屿间的汇款和灾后支付。巴哈马的现金依赖率高达 70%， 但飓风频发让纸币易损。Sand Dollar 的离线功能让灾区居民在断网时仍能交易。最新的进展是2025年9月的 CBDC 会议上，中央银行宣布与万事达卡公司合作，扩展到旅游退税场景，预计用户将增长 20%。 再看牙买加的 JAMDEX， 2022年7月推出，到2025年8月已集成到全国 POS 系统，解决 ATM 拥挤问题。牙买加的金融包容率仅 50%， JAMDEX 目标是让无银行账户的 40% 的人口能够接入，通过手机钱包转账费降至0。例如，一位金斯顿农场的农场主用 JAMDEX 卖咖啡豆给出口商，资金及时到账，避免了中间商扣款。这不只是普惠，还强化监管，央行可以实时追踪洗钱的风险。那我们再看另一个国家尼日利亚，他们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 Naira 2021年首发，成为非洲第一个 CBDC 项目。2025年2月，新数据显示用户超过2000万，交易量月均500万笔，集成国家支付开关，支持即时钱包转账。尼日利亚面临美元稳定币泛滥，所以它的数字货币是主权反击。2025年，它与汇款平台合作，降低海外侨汇成本 30%， 惠及1000万家庭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每个国家发展数字货币，它都有自己的特殊逻辑。新兴市场的逻辑是什么？它的内生驱动其实来自2个方面，一个是现金替代，一个是主权防御。他们用 CBDC 填补金融空白，增强金融的普惠性，同时筑墙挡住加密美元的入侵。虽然起步比较慢，但到2025年整体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，证明了这些小国也有大智慧。第3层，发达经济体他们本来就是全球金融秩序的主导者，所以他们发展 CBDC 的核心目的就是货币国际化与体系的竞争。例如，欧洲和英国正以欧元时刻和英镑复兴为旗帜推进 CBDC， 焦点不是普惠，而是国际竞技场，回应美元霸权，争夺储备和支付份额。虽然欧洲和英国目前还有很多分歧，我们未来并不知道它的数字货币的发展方向，但是 CBDC 毫无疑问是它货币竞争战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。欧洲央行 ECB 的数字欧元2025年准备阶段已进入尾声。最新的进展报告显示，规则手册已成型，70家市场参与者反馈隐私和互操作性。9月
欧盟部长达成妥协，争取立法将在明年6月前敲定，然后2年半到3年推出。欧盟为什么这么急呢？因为欧元在全球支付当中目前的占比大概仅占 20%， 数字欧元旨在打造隐私优先的跨境工具，适用场景包括 P2P 转账和电商，测试当中用户满意度高达 85%。 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设想，一位在柏林的居民用数字欧元买巴黎的机票，绕过 Visa 欧元区内零售结算，这将提升欧元储备的地位，根据估计从当前的 20% 可能提升到 30%。 英国的数字英镑2025年1月发布设计蓝图，创建 Digital Pound Lab 沙盒，测试代币化存款。不过最近有报道，英格兰银行考虑搁置央行数字货币的计划，原因是私营的稳定币竞争非常激烈，另外还有隐私保护的考虑。尽管如此，离线支付的技术仍然在推进，目标锁定在2027年进行零售的试点。英国呢，呼应欧元区形成盎格鲁欧陆联盟，试图挑战美国对英联邦和欧洲大陆的渗透。由此可见，发达经济体的 CBDC 主要是由国际竞争驱动的，是一种地缘货币博弈、世界主权货币的战争。他们用 CBDC 织网捕捉全球支付的欧元时刻，试图提升欧元在全球的地位。第4层，美国是全球唯一的防御性例外。2025年，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，叫停所有的零售 CBDC 的研究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担心央行数字货币使央行直接介入商业银行的零售业务，影响商业银行独立性，同时零售会扰乱现有的商业银行体系，并且助长隐私泄露和资本外流。美联储的 Boston 项目虽有技术原型，但目前看起来基本上将流产。但美国并没有完全退场，在跨境的批发业务上，它仍然在主导 Angora 项目，与6大央行合作测试原子结算。简单说，美国的策略是数字金融政策领导，支持区块链，支持稳定币，但禁止在国内发行 CBDC， 央行介入零售业务。即使美国叫停 CBDC， 美国仍然希望在国际货币竞争当中继续保持美元的领导地位，只是他选择了不同的路径，将用美元稳定币如 USDT、USDC 来继续维持美元的霸权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悬念，就是我们不知道未来在国际货币的竞争当中哪一种体制会胜出。各位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你支持央行数字货币呢，还是更支持基于公链的美元稳定币？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美国的逻辑，它是一种维持现状的风险厌恶战略，在零售业务上坚决否定以保金融体系的稳定性，但是批发业务上继续通过国际合作锁定全球的美元清算。这样全球 CBDC 竞争的4个层面，我们基本上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解读。但是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，就是跨境的战场，这也是未来货币竞争、国际货币竞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。自俄乌冲突以后，很多国家和国家联盟都加强了跨国跨境的批发型的 CBDC 的项目。目前批发 CBDC 项目已经增长到13个，其中的明星项目叫 mBridge， 这是由中国主导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，由中国、泰国、阿联酋、香港和沙特等国家主导。2025年8月，它进入到下一个阶段，在中国测试实时的外汇结算，参与银行超过20家。这些项目用监管沙盒来验证它的隐私和技术韧性，目标是增强互操作性，绕过美元的壁垒。好，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全球央行数字货币 CBDC 的格局。第一层，领先国家中印2个大国战略规模化，试图重塑国际体系。第二层，新兴市场
如巴哈马尼日利亚牙买加，主打普惠加防御，现代化国内支付体系。第三层，发达经济体如欧洲英国，试图在国际竞争当中拔得头筹，对抗美元。第四是美元也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上的霸主，他们选择了维持现状，但同时通过美元稳定币继续主导全球市场。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禁止零售，但同时继续推进跨境的合作。这4个层次共同构建未来货币竞争的生态。有预测说 CBDC 将成为货币霸权的前沿，预计2030年全球交易占比可能高达20%。各位观众，对此你怎么看？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，咱们下次再见。